大家好，欢迎收看这期的公子视频。打开中国的微博，热搜榜的第一名是人民日报发表的一个图片，叫做台湾当归。这个龟字的左边那个撇儿是台湾岛的样子，背景的字体是中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台湾是中国领土，中国一点都不能少。还说每一条路都是回家的路，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然后写了8个大字：反独促统，台湾当归。人民日报这条图片冲到了中国微博的热搜榜第一名，当天的阅读量就超过 1.3 亿。但问题是，怎么突然这个话题成为中国的热搜榜了？大家都在搜索台湾的问题。很明显，微博充当了中国政府宣传的工具。现在是台湾副总统赖清德访美，所以他要通过这种宣传来展示要拿下台湾的决心。所以说他要加大宣传力度，通过微博通过这个人民日报发这个东西，然后再让微博配合把这个人民日报的帖子顶成微博热搜榜的第一名，以此来进行宣传洗脑，这是他的主要目的。并不是说真的热搜榜上的这个榜单是人们搜索量比较高的，并不是啊，这里边很明显的一个政治作用在。现在热搜榜上有4条，第一就是台湾当归，但实际上在此之前还有一个置顶的，没有排在排行榜里的，是习近平的行程。最近习近平访问非洲，那当然了，他肯定要宣传习近平，所以放在置顶。然后是台湾当归，第2条是一个娱乐新闻，第3个是东部战区在台海周边进行联合军演。那么等于一共4条，3条都是政治性的，然后1条是娱乐性的，可见微博充当政治宣传工具的作用。但是这里边有2条都跟台湾有关系，一个是台湾当归的宣传，另外一个是东部战区的军演。那这当然是跟赖清德访美有关系，现在他已经访美回来了。我前几天一直休息，所以没有上传节目，也没有讲到赖清德访美。其实这次他访美是比较低调的，他没有见任何的政府官员，他只是有在台协会主席接机，并且在美国的时候接受了彭博社的专访，仅此而已。但是赖清德毕竟他的身份是副总统，所以中国政府的这个宣传当中就表达了强烈的抗议。但是国民党的侯友宜访美，民众党的柯文哲访美，中国政府都没有强烈抗议反对，可见赖清德的分量更重，中共更把民进党当作一个威胁。换句话说，就是这3个候选人当中，赖清德对中国造成的危害最大。他不仅是现任执政党的副总统，关键是他还最有可能当选新的总统。那么中国政府的做法呢，从这个微博热搜榜的前几个就可以看得出来，他们也是有点黔驴技穷了，没有别的好的办法，除了军演恐吓和通过微博这种方式各种大外宣大内宣去进行洗脑。你就看他这个军演的规模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小的，比之前蔡英文访美或者是这个美国的众议长佩洛西访台比那样的规模小得多。这里边有3点值得我们注意。首先，军演你不断的军演，你是产生一个威慑力，对吧？但是你长期总是演习而不敢真打的话，那么你的这个威慑的作用就会下降。你老是演习就是不敢打，那你再演习大家也当作没有发生了。第2就是军演太耗费金钱，现在中国经济有巨大的困难，陷入到衰退当中，他没有钱继续烧了，所以就没有办法长期的维持大规模的军演，更不可能实现所谓他讲的围岛演习长期封锁。那么第3呢，就是你继续的不停的军演，也会让全世界看清楚中国是一股地区和平稳定的破坏力量，那么也会让台湾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和援助，特别是跟美国和日本的合作。就是因为这3点，所以中国很难长期的在台海维持一个军事威慑的力量，或者说长期的军演。那么这一次的赖清德访美的军演的规模就非常小，而且是几乎是在他回来的时候在军演，又不敢真打，怎么办呢？你怎么对自己人有交代呢？他想到了一个办法，就是打嘴炮。OK， 所以说有人看到这个人民日报在微博上面这个置顶的说台独是历史逆流，是绝路，祖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他说出这种话来之后，已经很难激起大家的热血了，因为这个话已经说了将近1个世纪了。
你从毛泽东时代说到邓小平时代，说到江泽民时代，说到胡锦涛时代，今天又说到习近平时代，你到底说到什么时候为止呢？所以说有人开玩笑说，看到这条消息啊，突然置顶了嘛，而且就4个字，台湾当归，说不小心看成了台湾回归，说本来睡意朦胧，一下子就清醒了。但是呢，我想多补充一句，就是看到原来不是回归，而是当归，那看来还是打嘴炮，可以回去洗洗再睡觉了。当然，人民日报发了这个帖子之后，那很多的官方的机构、媒体啊，也都会纷纷的转发，或者是编出自己的那个段子。但是这些段子看多了之后，真的就是越来越无感了嘛。所以我看到有小粉红说什么坐等这个热搜底下台湾1450破防，但是他们改变不了统一的历史大势。我就很奇怪了，这有什么可破防的？要破防70年前就已经破防了，对吧？你不是已经说过一定要统一台湾岛，一定要解放台湾吗？对吧？70年了都没破防，你现在怎么会破防呢？你打他嘴炮而已，破什么防？我看反而是那些爱国五毛跟粉红破防了，看到自己的政府只会打嘴炮，今天又来糊弄他们，所以有人就看清楚了，说这就是在转移内部矛盾。中国的经济现在那么差，对吧？需要这种给大家打鸡血的帖子。还有人说赖清德访美回应罢了，没什么大动作，洗洗睡吧。说以后直接发外网不好吗？微博大家都同意赶快回归。虽然看到了你就是在自说自话，自己给自己打气，实际上这是一种心里没底的表现，就是你没办法让台湾回归，你没办法统一，你不敢打，然后呢，台湾民意又不向着你，又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毕竟他们已经是拥有自由民主权利的公民，不再是韭菜了。谁愿意被共产党统治又去当韭菜呢？他们过去不是没当过韭菜啊，当过国民党的韭菜，更何况再看到香港人本来不是韭菜也变成韭菜，所以说台湾就更不可能说跟中国坐下来谈和平统一，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最后导致被共产党统治。台湾人没有傻到那个程度，当然也不排除有部分台湾人为了点狗粮啊去做这种事情，愿意去当奴隶。你自己当奴隶也就罢了，自己去中国当奴隶就好了，你愿意当中国人就回中国当中国人就好了。但是有些人偏偏想要其他的台湾人也回去做韭菜，我觉得台湾人对这样的人是不是太温柔了一点？这之前我曾经做节目批评过，当然这不是今天这个节目的重点，重点是看到台湾回归4个字或者是台湾当归变成了微博热搜，中共宣传部门拿这4个字继续的忽悠中国人，忽悠了半个多世纪。还有人转发了一段影片，是前几年的，但是呢他最新转发之后立刻又有200多万人点击。这个视频的说明说，日照的一个100岁老兵躺在床上问台湾有没有解放。台湾的解放了，亏了。网友回复说，被爷爷最后的表情整破防了。这个视频上面还有很多的弹幕啊，然后很多人也在讲说自己的爷爷啊，还有自己的爸爸啊，说70多岁了，然后最想做的事情就是去台湾，然后最想看到的就是台湾回归。好几个人都表达了同样的心态。底下有人留言说，视频当中的这个老人他已经去世了，这难道不就是被我们说中了吗？你们到死也不会看到台湾回归。不仅是这个老人看不到，他的儿子看不到，他的孙子更看不到。为什么？因为这并不是中共宣传的历史大势，真正的历史大趋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中共政权的崩溃和解体。当然中共不肯承认，也不敢让中国人知道这个真相，疯狂的屏蔽封杀这些信息。但是我想在最后再多聊两句，就是为什么这么多中国人都想着说要台湾回归。一方面当然是从小被洗脑，认为这就是应该的，这是正确的。中共的体制本身它是一个帝制的传统，或者说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中共政权实际上是一个跟专制帝国没有什么两样的一个体制。但是这个体制下呢，它就需要搞军国主义、扩张主义、殖民主义，然后以此来增加这个政权的执政合法性。毕竟它不是人民一票票选出来的。那么当然这背后还有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就是不管中共的执政者还是普通的人民，普遍仍然活在上个世纪，仍然活在一个农业社会。农业社会什么特点？就是你需要农地，你的土地面积越大越好，因为你是以农业立国的，你需要这土地来养活人民。但问题是
在这个世界进入近代文明甚至现代文明之后，国土面积跟普通人的生计并没有直接关系了。欧洲的很多小国非常富裕，人民生活水平非常高，但是它的国土面积却非常小。为什么？他们有廉洁高效率的体制，有民主自由的权利，有创新，有科技，有全球化，这才是作为一个现代文明社会的公民应该有的觉悟。但是普遍中国人仍然活在上个世纪，仍然活在不仅是上个世纪了，活在中世纪古代，活在那个帝制时代，犯我强悍者虽远必诛啊，仍然是这种心态，对吧？帝国主义心态，强权心态。所以说大家觉得说这个土地不能没有，台湾没有回归就变成你自己的心病了，其实跟你的幸福指数没有任何关系。而且大家也不想想，所谓的实现祖国的统一会造成多少生灵涂炭，你只是想让你心里舒服点，你就宁愿无数人家破人亡吗？这些问题他们从来不去想的，他们大脑太过简单，只相信统一是对的，统一是好的，统一是必然的，应该的，除此以外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不去想。所以说这些人活在那个世纪，他们早晚有一天会被历史所淘汰，他们的人被历史淘汰，这是必然的，我们每个人都会死，但是他们的思想也会随着他们一起被淘汰掉。但是我们今天作为一个现代人，应该有现代的意识，不能有这种扩张主义的小农意识，应该以人为本，人民的生活，人民的权利，人民的自由才是第一位的，而不管这些人民他们是组成一个国家还是10个国家，只要他们乐意，这是他们自愿选择的结果，我们都接受。所以中共宣传的所谓的国家统一，只有一种情况我是能够接受的，就是台湾人自己愿意承认自己是中国人，愿意被在北京的那个中央政府统治，除此以外所有的办法都是违背民意的，那么就一定会遭到我们所有人的反对。不要跟我讲什么2300多万人有民意，凭什么14亿人没有民意？14亿人请问什么时候有过民意？今天在中国的民意是真的吗？中国人能够自由表达自己的民意吗？中国的民意还不是被政府所操控的，微博上的热搜还不是政府指定的。所以只要中国人没有自由和民主，就不要跟我谈中国的民意。其实就在这2天，还有一件涉及国际关系的大事儿，就是日本和韩国的领导人访问美国，美日韩3国领导人在美国总统的度假胜地戴维营展开会谈。他们表示要通过巩固3方联盟来加强安全，特别是针对中国跟朝鲜。美国之音对这条消息的报道的标题特别有意思，说习近平担心的事儿还是在戴维营发生了。3方具体要做哪些方面的合作，我们未来会做详细的分析。可见中国现在面临的内忧外患各方面的打击，和他在台湾问题上束手束脚，难以有任何作为，再加上内部经济困境，没有办法通过统一来增强合法性，只能耍嘴炮。中共政权眼看着已经是走投无路了。好，感谢收看这期的公子视频，欢迎大家点击订阅这个频道，也欢迎大家加入会员来收看会员专属的影片。谢谢大家，我们下期节目再见。